欢迎观看意想不到的中文词源双语教育视频系列。本视频配有普通话讲解，并提供同步英文字幕。成语不分伯仲和不分轩轾都用来形容人或事物之间难分高下、势均力敌，以至于分不出第一与第二。那么，伯仲与轩轾究竟指什么？其语言与演变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？先说伯仲。古代兄弟排行依次为伯、或孟、仲、叔、季，分别对应长子、次子、老三、老四。嫡长子称伯，庶出长子则称孟。例如孔子字仲尼，即表明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。又如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中，孟姜女并非姓孟，而是姓姜，孟表示其为姜姓中的长女。在西周至春秋时期，姜为齐国国姓，因此孟姜女实为齐国长女之意。古人常以自然秩序比拟人伦次序，所谓天有四时，春夏秋冬，兄弟长幼亦可与之对应。长子如春之初生，次子如夏之壮盛，三子如秋之成熟，幼子如冬之收敛。由此可见，伯仲本指兄弟长次之别，不分伯仲便是不分长次，进而引申为难分高下。以伯仲代指兄弟关系的用法，早见于《诗经·小雅·何人思》，伯是吹埙，仲是吹池。诗中描绘兄弟合奏埙池，和谐相处的情景，由此又衍生出伯埙仲池这一成语，用以赞美兄弟情深。伯仲之间一语，则出自三国曹丕典论论文，复议之于班固，伯仲之间耳。东汉文学家傅毅与班固才华相当，难分优劣，故以兄弟次序作比。后来杜甫咏怀古迹有伯仲之间现一履之句，称赞诸葛亮之功业可与伊尹、吕尚比肩，进一步强化了伯仲表示相当的语义。由具体排行到抽象比较，其意义层层递进，逐渐固定为难分高下的表达。再看轩轾，轩与轾原为古代车型名称。诗经·小雅·6月有戎车既安，如轩如轾之句，意思是说战车已经准备妥当，调整到了最合适的状态，随时可以出击。这里的轩本指前高后低，设有帷幕的车，多为大夫以上所乘，轾则前低后高，两者形制相反，象征高下轻重的差别。至南朝宋范晔后《汉书·马援传》，马援有言：居前不能令人轾，居后不能令人轩。轩轾连用，表示高低、轻重、优劣之意。马援感叹自己无论居于人前还是人后，都不足以影响他人评价，言外之意是自觉无足轻重，因而引以为耻。后世遂据此引申出不分轩轾，表示不分高低优劣，双方地位相当。综合来看，不分伯仲源于兄弟排行，强调彼此实力相近，常用于人物或竞赛场景，如两位选手表现出色，真可谓不分伯仲。不分轩轾则源自车型高低之别，更侧重优劣轻重的比较，常见于学术、艺术或制度评析，如新旧方案各具优势，不分轩轾。二者意义相近而侧重有别，既体现了汉语词汇由具体走向抽象的演变轨迹，也折射出古人以人伦秩序与器物形制寄予思想的语言智慧。正是在这些看似寻常的词语背后，蕴藏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历史记忆，值得我们细细体会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